小时候过年最想喝的就是旺旺，但条件不允许。直到参加工作后，才喝上人生第一罐旺旺。这几年一直做酒，各种酒都会买丝滑，喝的是香甜顺滑。再喝一下荔枝味儿，荔枝的清甜很巧妙地融入在酒中，3.5的酒精度刚好增加了后口的醇厚，喝的是清新淡雅。再试试椰林飘香，椰子的奶香之外，还有菠萝的滋味，增加了热带水果的气息，喝的是热带风情。蜜桃味儿带给我们的是蜜桃如初恋般的感觉，喝的是青春记忆。莫吉托风味的青柠和薄荷的双重清新，喝的是清凉冰爽。最后是美酒风味，结合青梅浸泡工艺，喝的是浅浅的酸爽感。6种风格都是添加真实果汁，果味更加浓郁。关键是价格不到3块钱一盒。新年喝沙娃，祝大家新的一年一定回旺。众所周知，天青色在中国有着上千年的浪漫历史。今天分享给大家一款国潮风的天青色鸡尾酒，加冰可以让香气更加清新通透。颜色是用蓝橙和绿薄荷糖浆按照5:1的比例调制。柠檬汁增加了自然的气息，气泡水增加了入口的刺痛感。最后就是酒了，作为中国香型的代表，必然要放酱香酒。这次选用这款贵州南酱酒，其一是因为这款酒很独特，名字也很有特点；其二是因为酒瓶渐变的时尚风；其三是因为南酱酒的酱香更加明显，其后口有一丝舒适的清甜感，很适合饮用。倒入30毫升左右，搅拌均匀。最后挤出点柠檬皮汁，增加层次。这款中国风的天青酱雨就调好了，酱香悠悠淡雅，柠檬和薄荷清甜爽口。有人说中国白酒不适合做调酒，我想说您可以用好酒试试，绝对好喝。计划邀请大家品尝的胭脂梅泡酒，兑水后总酸就符合国标了。本来想兑水稀释后再邮寄给大家的，但前期咨询的几个粉丝都表示谁家还没水呀，自己兑就行了呗。我想想也有道理，最终100位选中的朋友只有6位要兑水的。后来我又跟这6位沟通了一下，最终都要不兑水的，我也分装打包好了，预计3月1日发出。100位朋友等着接酒吧。大家知道酱香酒为什么贵吗？最近发现中国白酒在酿造上是最难的。白酒原料主要就是高粱，通过不同的酒曲和发酵环境，就能酿造出千变万化的口感。单凭这一点，想想都觉得非常厉害。那为何酱香酒最贵呢？一个最底层的原因是发酵时间长，清香酒一般1个月，浓香酒一般2个月，酱香酒则需要1年，也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12987工艺。1年制作，2次投料，9次蒸煮，8次发酵，7次取酒。7次取的酒，每次的风格不同，就像人生的7个阶段，而最终汇聚到一起，也就造就了酱香口感的层次丰富，这自然为它可以卖得贵又增加了原因。前几天看到一款包装风格特殊的酒，像一本书，简洁规整的设计给我一种透露着文化自信的感觉，不自觉想起书一卷酒一壶的洒脱，颇有风雅高古之士的风范。颜色微黄透亮，品尝一下口感。入口是满满的经典酱香感，产自有美酒和美誉的赤水河上游，所以更加纯柔宜人。后口还有一丝对年轻人非常友好的清甜感，传说中空杯留香，也就是纯柔酱香的典型风格特征。这瓶摘要酒的设计是一大亮点，酒桌上绝对惊艳，价格也合理。想品尝典型酱酒风格的朋友，可以试试这款摘要酒。胭脂梅泡酒的检测报告出来了，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。先说坏消息吧，总酸和总脂2项指标不合格。不过好消息是，解决方法很简单。先说总脂，我们的检测结果是0.18，国标规定是大于等于0.35，造成低于国标最大的可能是基酒的总脂含量低。这个简单，我装100毫升原酒去检测一下就清楚了。那有什么办法呢？有，兑水。因为稀释之后酒精度就会降低，露酒里的总脂限于以蒸馏酒为基酒，且酒精度大于25度时才需要检测。这次的酒精度是25.2，降度之后就避开了这个问题，而且总脂对口感的影响不大。再说第二个问题，总酸。我们的检测结果是18.1，国标规定是小于等于6。我们都知道梅子是特别酸的，如果梅子的总酸过高，那有可能就是导致总酸超标的原因了。这个也简单，检测梅子的总酸即可。我找到之前冷冻留样的梅子，打包100克一起送去检测。那怎么弥补呢？还是兑水。用1分的酒加2分的水，理论上总酸会从18降低到6左右。先品尝一下。梅子的酸爽感降低了很多，个人认为梅子酒最有意思的那股酸爽的穿透力没有了，喝起来变得很平庸。再对比一下，感觉稀释后的梅子酒像丢掉灵魂一样，这个对口感的影响就非常大了。我经常会买各种酒来借鉴学习，于是选一瓶口感酸度最大的梅子酒，也检测一下它的总酸含量，以做参考。好了，一共4份需要检测的产品，结果出来后我们再做分析。检测需要大概10来天，所以先跟大家汇报一下，也想听一下大家的意见。
想品尝稀释过的梅子酒呢，还是原来酸度较高的梅子酒呢？红茶荔枝酒的检测合格，我装了100瓶，马上要送人了，所以我想摆个好看的全家福留念。没想到剩99瓶了。大家想知道这99瓶都送给谁了吗？第一部分是最早搜集的表格里填写仔细认真，平时又爱喝果酒的朋友。第二部分是评论区的高人们，如此才华横溢，怎能不奉上美酒一杯？第三部分是评论和私信对我有很大帮助的朋友们。第四部分是对酒有一定研究的朋友，同行之间的相互切磋，共同进步。接下来是我的包装过程，各位看下有什么值得改进的地方，欢迎指出。Nice。首先，我将冲洗好的瓶子放入锅内煮5分钟后，再进行一次紫外线灭菌。拿出来后，又倒入了一些酒，盖上盖子涮一下，最后控干水分。装瓶目前我没有分装设备，每瓶都装到目测大概瓶颈的位置，然后盖盖即可。为了防止盖子在运输中掉落，我会加一个塑封帽。由于起订量不够，无法专门定制，所以我买了红酒用的，剪掉一半，剩下的刚好合适，然后塑封即可。哦，对了，这是热塑风专用的吹风机，普通吹头发用的可不行哦。为了得到大家的反馈，每一瓶我都贴了一个二维码，方便收到酒的朋友在品尝时占用一点点的时间，帮我填写一下反馈建议。出气了，试了一下，果然如此。做一个加长管，直接升级成电动充气，太方便了。以前打完所有的气泡柱要踩1天的打气筒，现在1小时搞定。最后气泡柱装箱，两边封口，大功告成。99位朋友们，等着接酒吧！我们开封6款不同基酒做的梅子泡酒。第一款是用威士忌浸泡的，入口是果甜和微微的酒感，中口是梅香，后口是威士忌自身的味道，过渡自然，但融合度不像威士忌和草莓那样完美。喜欢威士忌的朋友可以尝试。第二款是用真露浸泡的，由于酒精度数低，激发出的梅香比较少，完全没有酒味，喝起来感觉特别像果汁，适合平时不常喝酒的朋友。第三款用二锅头浸泡的，入口是果甜，口腔中有一点二锅头的酒感，但完全没有刺激的口感，回味是梅香和酒感的融合，梅子的清透感和穿透力特别的突出，果味与酒味互补，融合的恰到好处。第4和第5款分别是伏特加和朗姆酒浸泡的，这2款酒适合泡大多数的水果，优点是没有明显的酒味，果味被提炼的也很好，缺点是口感显得中规中矩，比如有的酒自身有特别突出的口感，会弥补果味的不足，但这2款没有。两者相比的话，朗姆酒浸泡的果味更加的浓郁一些。第6款是用小刀浸泡的，入口是绵柔的滋味，中口是梅香，后口又是梅香和浓香的融合，整体没有酒的刺激感，但又能把浓香酒的特点很温柔的表现出来，瞬间让人体会到浓香酒的美妙，非常适合爱喝浓香酒的朋友。你更喜欢哪一款呢？评论区告诉我吧。